天师哥哥，也饶我一命吧！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可以把我体内的百年妖元给你。我的内丹，对于你们修行之人来说，可是难得的宝物。你若吃了它，必定修为大涨。凡人吃妖的内丹，只怕会消化不良。别废话。 进来吧，去。是谁？为何不敢现身？你是谁？为何杀我？ 隐约，虽然外域的仙力暂且稳住了，但以我的仙力，根本修补不了帝君的仙衣。对了，颜淡之前留给我的花瓣，或许可以拿来挡一挡。小仙救驾来迟，还望帝君见谅。此话何意？凌霄派唐周，真身乃是九重天上万人敬仰的帝君。此些凡间历难，上神的记忆与仙力，都被仙衣锁在了仙灵当中。帝君现在的凡人身体，承受不住上神的仙力。有人欲以法阵来摧毁你体内保护着仙灵的仙衣，就是想让你被外域的仙力击毁。
到那时，凡人之躯爆体而亡，帝君仙灵支离破碎，不仅无法回归仙班，还会灰飞烟灭，形神俱散。若我真是帝君，到底是何人要杀我？你又为何知道我会遇险？当初帝君被投入八苦池时，我曾无意中看见水中闪过一道异光，于是心中生疑。此后，便日日关注着帝君的一切动向。可小仙灵力低微，虽然暂时将仙力锁回了仙衣中，但非长久之计。若要完全修补仙衣，稳固仙灵的，唯有陨落在凡界的4大神器。我在天上与你相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曾经受一位恩人挚友所托，要永远守护帝君的安危，我必信守承诺。腾天倒地，化虚为实，仙灵速现，道气长存。但愿这假仙灵的破碎，能让暗中下手的人放下戒心。帝君，神器所在之地必有异象，底尘、楚墨、地质、七曜神域，对应的便是风烟指、万物生、有本无源、一命千秋。还望帝君速速找到神器，完成历难，重返天庭。小仙告退。唯有帝君陨逝，9重天才会有白日流星之景。难道应元君他……帝君罹难期间，被恶妖所伤，仙衣意外被毁。帝君，他已仙灵尽碎，形神俱灭，就连仙身都未能保下。帝尊节哀。因我的一念之差，姐妹生离，帝君死别，只惜百死不足赎己之罪。这次你闭关，灵力损耗的比上一次还要严重。
这些花瓣我都注入了真气，定能助你更快恢复。池水再热，花瓣再美，也不及连青的蛋炒饭。雨墨，你手上怎么这么多疤啊？我以前没有发现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哦，区区小伤，何足挂齿。你之前给我的眼壁丹可以去除这些疤痕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吃，反而给了我呢？这些伤疤长在手臂上，不会引人注目，不必在意。而且，白漂亮那么爱美，眼壁丹对你更为重要，不是吗？谢谢你，于墨。我现在灵力低微，没有办法将你这些伤疤去掉，但我相信大千世界总有一天，我能够有更好的办法将这些伤疤去掉的。雨墨，出事了！刚刚收到线报，狐族叛乱，琳琅的父亲被囚，现在危在旦夕，我们怎么办？自然前去相救，先行集结狼族和羽族，水族保护好山境。紫妍是继承人，不能让他有半点危险。我换好衣服，随后便到，你先行准备。好。于墨，你现在不能去，你身子虚成这样，是救人啊，还是送命啊？你放心，方才我已吸足了你的真气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为大家负责，可我要为你负责。无论怎样，你泡满一炷香的时间再走。连青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是紫菱和琳琅关心则乱，我担心他们出什么差错，我必须要去盯一下。而且现在救人要紧，不能有任何差池。那这样吧，大家集合还要时间，你趁这个时间好好泡一泡。哎，你们去平乱，那肯定要跟人打架呀。你恢复的越好，胜算越大，对吗？来，拿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一肉一菜俩包子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我包子呢？我刚蒸的包子，我包子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刚蒸的包子怎么没了？早餐没吃饱，还好有这个笨天师，给我加个餐。这下你进不来了吧？不过还是一条未修炼成精的小狗，要你凶我。你放开我！多亏了你啊，让我意外地发现了花精一族还有藏身之所。下次记住，肉包子是用来打狗的，不是用来捉弄人的。爷爷，捉妖师来了，快跑啊！放心，我定会将你们全家整整齐齐地带走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分开，好吗？那个捉妖师太可怕了，幸好林中道路曲折，花树遍布，那人尚不熟悉地形，族长拼死拖住了他，这才让我和部分族人逃了出来。岂有此理！我们花金族从来不害人，他凭什么这么做？颜淡，听说你是山主大人的爱妾，他对你百依百顺，你若向他求情，他一定会出手相助的。花金族就靠你了。既然大家如此信任我，好吧，那我便下山救人。啊！族长不顾自身安危，让我来是请山主大人出面的，不是你。我们二位山主下山处理狐族叛乱的事情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你放心了，我跟在山主身边10多年了，这点小事难不倒我的。况且我们人多势众，他不过一个凡人，难道还能经过我们吗？我是如此安排的。你呢，先在山里养伤，若是等到山主回来我还未归的话，你再让山主去救我，明白吗？
你们看，翻过此山，便是三尾雪狐的领地。爹爹那么信任雪兔，他却趁我带紫妍离家疗毒之际夺位造反，也不知道爹爹现下如何了。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们可要小点声，让他听见了。先泡过温泉之后，再去做饭吧。刚好我也不饿。哦，对了，你脚踝的伤千万要记得涂药，我已经交给百灵了。雨墨，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我们有没有见过？难道你不记得吗？我都不知道我从何而来，我也不知有没有父母跟亲人。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到了凡间，到了梨园，又去了花影山林，阴差阳错的到了这里。我时常恍惚，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久之前就认识了。也许我们以前就认识呢，说不定为了你，经历了生死，轰轰烈烈，到最后，我们之间还是有始无终的。于是，你这辈子变成了我的小妾，日日被我使唤、欺负。也许，你就是来还以前的债的。严旦誓死追随主公，京中鲍鱼，花脑涂地，还望主公一定相信严旦的一片忠心。如今花精族都在野兰山上避难，整个山境当中妖蛮为患。我想我们是不是……我知你下山心切，明日我们便启程。我既为万妖之主，想通过此次出行，一探凡间万妖百态，顺道看一下有无恶妖抹坏我们妖族的名声，顺便惩戒。不太平之地，多生五毒六旺。我已经做好功课了，第一站我来安排。希望这一次不虚此行，收获万千故事。等旅途结束的时候，我可以写出一出好戏。真是羡慕鱼女姐姐啊，只有她们欺负鱼的份儿，不像那条挑嘴鱼，一大早我就要采花露泡茶。别动！别乱动！小心点！别动！呀呀呀呀呀！一个个长得如此这般，还在这儿打什么鱼呀？回去跟我享福去吧。走。停！您看我姿色怎么样啊？我也想去跟您享清福，您看我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行。请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谢谢。如此浊臭的妖气，定是个欺男霸女之辈。哎呀，真好！多大了？叫什么呀？小奴名叫白漂亮，上个月刚满16。哦，哎呀，28青春好年华呀！哎，
正合我的口味。你这色欲缠身的丑陋模样，不就是六望中的色尘？这趟我真是来对了。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兰溪镇鼎鼎大名的周善人。听闻您呢，经常接济穷人家的孩子，把他们的女儿强行纳为姬妾，关在这府里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在我看来，您根本不像个恶霸，反倒像一个大好人呢。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这个姑娘十分有趣啊，说的我这浑身上下，我这舒坦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恐怕知道我要干什么啊！好好的从了我，听话啊！你知道，不听话的话，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是吧？大善人，啊！刚刚您笑的时候，我看到您后槽牙有条蛀虫。姐姐们快跑吧，老爷生病了，让我好好的治一治他。哇，妖气这么重，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一只癞蛤蟆。哎，就您这副尊容，不好好在水里待着，非跑出来祸害漂亮姑娘，臭不要脸！你是捉妖师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你才捉妖师呢，你全家都是捉妖师。我是你姑奶奶，刚才赏你的是狐族特制的显影丸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有没有点当妖的常识啊？竟敢戏弄我，你死定了！妖力这么长，原来是只陈年老蛤蟆。你既然是妖，为什么没有妖气？我厉害呗。你也挺厉害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凡人我已经吃腻了，吃点妖元换换口味。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的。蛤蟆大哥，是小的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没有想到您的修为这么高，真是威震一方的大妖啊！哎，我刚才一时糊涂，冒犯了您。这样吧，我愿意献出我的妖元给您，我心甘情愿。那就用行动证明。大哥，您别客气。好，那咱们就击掌为盟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蛤蟆哥，这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。哎呦！于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你给我来信说你要日行一善，这就是你要行的善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，坏我的好事儿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竟然这么跟我们山主大人说话，信不信我们山主大人把你烤成蛤蟆干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烧他？嗨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看到你一根头发丝，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去！哎，于墨，这个蛤蟆作恶多端，猥琐至极，快灭了他！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倒要看看你俩几斤几两！哦，臭蛤蟆、癞蛤蟆，还想占我便宜啊！呸！恭喜山主大人又为凡间除掉了一个恶妖，解救方圆几百里的美人于水火当中。哎呀，
怎么了？你好像一回来就不高兴。你那脸本来就长，拉着个脸更长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你看头发丝都能想到我要说什么。莫非还在介意我独闯蛤蟆窝的事儿？你说说你，连一个肥蛤蟆精你都治不了，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那这么说，你是想逃跑？不是。啊，那要不然你就是不想服侍我？没有。那我明白了，你嫌自己命太长了。我当时完全是事急从权嘛，而且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什么恶妖不是你3拳2脚就能打败的呀？我就狗仗人势，不对，狐假虎威了一下。那如果我不去呢？你还真做他的小妾啊？我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跟我用这么魅惑的招？天地良心，连亲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怎么会看上那丑八怪啊？而且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嘛，我当时只是想了一种办法拖延时间。办法有很多种，没有必要非用那种嘛。我自然是想到什么就用什么了，虽然美人计老土了一些，但是很适合我嘛，而且百试百灵喽。别跟我提美人计。哎呀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这鱼今天到底抽什么风呢？于墨好歹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他要是生气了，我也没好果子吃。希望这个白鱼糕可以让他消气吧。给我拿来！我这钱是留给孙子买米的，我求求你们行为什么坏？拿来吧你！走开！松开！有手有脚在这欺负老人家，爹娘没教你们吗？也罢，今日便让我教教你们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老吾老，幼吾幼。妖气消失了，难道被别人抢先了？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白漂亮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千里扶摇阵。哎呦！二位大哥，这是我刚刚捡的银子，是你们丢的吗？哎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。扔过来吧。我刚才崴了脚，不方便过去。你看，要不然你们过来取啊。此阵虽然凶险，但遇凡人就会自动收阵。这是哪路大神啊？用这么狠的阵法收我？还是这么爱耍小聪明。这位大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这里跑过？你才大姐，不过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没瞧见。问你一下，这个糕点怎么卖？5文钱一块，5文钱。这混元玉带可是帝君的爱物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！两位仙子，这腰带伴了帝君2000年了，你们竟然如此不小心，是谁摔坏的？
仙师长，仙师长，我是玄心崖的颜淡，瓷壶是我摔坏的，跟芷溪无关。你地阶仙士擅闯此地，摔坏帝君之物，必须跟我回隐虚天宫领罪。这玉带虽然不是副长室砸的，但毕竟是副长室看管不严所致。帝君和妙法阁的总长室那边，我也不好隐瞒。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勿责怪姐姐。此事还要看帝君如何处置。走吧。颜淡，放心吧，姐姐，没事的。晚上等我来取仙晶筑基哦。等我。元帅，妙法阁掌事思璇所盗法器已被魔族转移。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九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解阵，诛杀帝君！修罗图腾，仙界的帝君竟然是修罗族之后。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我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
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位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福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。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。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。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行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。连桓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刑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玄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无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玄，詹姨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思玄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6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士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6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6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3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
只会生出怯懦。而如果他日6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9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姨受6界之苦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？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请有先生，帝君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情法不可违逆，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一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。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唉，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。这以后，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唉，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。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
啊，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归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子下的可妙啊，一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句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颜淡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。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翻归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。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
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延续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芷溪，长氏，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延续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，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，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？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4叶汉淡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渡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渡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
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两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两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衣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旗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旗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武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旗两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二人的死别。唉，也不知道中间四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哇！我的鸡巴！我的西文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。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现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
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，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嗯，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。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2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戴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得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，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，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哎，这9重天的食材啊，可都是可以滋补灵力的，吃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还偏要我坐在这儿。切，假正经。哎呀，9重天的这些蛋啊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哦。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就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厨艺跟我写戏不相上下，好吧？哎，那你之前排戏的名字叫什么呀？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你戏的主角不是9旗吗？你觉得他们是英雄？他们当然是英雄了，在创世之战中，帝尊、4帝君是英雄，9旗一族也是英雄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仙小族，他们只要为战争胜利战斗过、努力过，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英雄啊。所以，这才是我写这出戏的意义。
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地崖上那棵昆仑神树，竟然是创世之战后挪移过来的。神族与魔族仅是一线之隔，而且此树灵力太过强盛，四帝君肯定是觉得不宜长期种在魔族，以防以后难以控制。反正我是无法体验大战时那种惨烈了。不过那棵神树，咱们倒是可以去看看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不可，昆仑神树是靠吸收灵力为生的，若是不小心被它捆住，几百年的修为就要废掉。况且，地崖是九重天的禁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受罚的，知道吗？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二位仙友，救救我！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偷到此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啊！小心！